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帮我摆脱嫌疑。看来我高估了你的智商。现场证据那么多，谁也帮你消不了罪。那你就他妈不给我想办法！你他妈有车能找到我，你就有办法让我逃出金戈。我帮你干什么？让你去杀更多的人吗？你他妈给我假正义是吧？啊！你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？啊！你这个逃犯弟弟不就在你家里藏着吗？你说他吗？他是我哥，我才是关宏宇。你们他妈耍我是吧？啊！老子陪你玩到底！你他妈别动！别动！我就拿出来行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刑侦队长打来的，接还是不接？反正你的条件我满足不了，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吧？不是吧？你别动，别接！你信不信啊？我把你弟，我把你哥搬了，你他妈把我放下！放下！还是没人接啊？你觉得我会在乎他吗？我杀过一家5口，连4岁孩子都没放过。我会在乎他的死活？杀吧，你杀了他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关宏峰了。你跟我弟弟结伙作案，我做哥哥的大义灭亲，你们之间狗咬狗，关我屁事啊！我他妈现在就搬了他！你他妈才是关宏宇！周迅来了。
小王，高姐啊，尸体收走了。行了，再好好勘察一下啊。嗯，行。哎呦，我操！亏我在警校学那几项，你还记得？要不我真的就算是死都对不住你。这事赖我，没负责好你的安全。我这回也算全套服务到位了，手把手的把凶手交到你手里了。包老师，哎，不用。都怪我不好，是我太粗心了，都没有保护好你。这与你无关。来法医队缝个针吧，或者我陪你去医院。晚点再说。行。先休息，那你啊。回头明天我让小周过来接你，到队里做个那个笔录，顺便不让你失望。那就多谢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周，周书彤这次没少出力，结案的时候别忘了把他名字一块上报一下。行，都听你的啊。实习生就给你请功啊，哼，你算是放了咱们队里面的卫星了。谢谢周队。周队。啊？差不多了。那收吧。兄弟们，走了，撤，收队。法官，那个我们要不要留一下，帮你收拾收拾啊？没事儿，你们先撤吧。那也行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好。啊，搁这儿吧，上泡泡茶走了。啊。怎么了？钥匙掉了。黑灯瞎火的找得着吗？啊？喂，周队，位置锁定了。让小周他们盯紧了，我们马上就到啊。喝茶，茶就不喝了，赶紧办案吧。
啊！管你屌事儿，滚！我不认识。走！救命！救命！走！我他妈没办法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好人，放开我！那你刚才在干什么呢？现在警察连我家务事都管，是不是？那是我老婆。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老婆，你跟我回家吧，我以后再也不堵着老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快跟他解释解释啊！我不认识你。老婆，我错了，老婆，你跟我回家吧。我不认识你。怎么回事？啊，我以为他是跟我抢生意的。警察同志，你别误会，我是来出差的。带走吧。走。你别跟着我，自己能搞定。抓着了。好，队里见啊！哎。皮条可抓着了。抓着了。小周这事儿干得不错，回队里审。给队里打电话，让那个皮条客赶紧联系王辉。这个王辉很可能患有性欲亢进症，简单点说就是性瘾综合症。一旦发作了，跟毒瘾差不多，焦虑、狂躁不安，甚至有可能出现性情大变的情况。他已经4天没有联系皮条客了，现在正是引蛇出洞的好时机。快点！喂，王辉上钩了，约在岳庄桥见。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先到岳庄桥吧。啊，我们在那儿会合。喂，我是关宏峰，你听好了，你们约好的那个王辉是个毒贩，身上肯定有枪，而且他藏身的窝点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，所以贸然行动风险会很大。你去找刘长勇，让他派一个外勤的女警察过来，假装妓女去摸一下情况。啊，哎，我跟他说。哎，对了，你跟老刘说啊，让他派2探组的孙小燕去执行这次任务啊。你有想过周迅为什么派你盯着我吗？因为你是刘长勇的女儿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凭你的素质根本没有能力在一线，别给大家添麻烦，别给大家添麻烦。周队，我申请来执行这次任务。现在时间紧，调人至少要半个小时。我可以的，我能做到。如果你有办法让彤彤离开外勤，你弟的案子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好，那你多注意安全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要自己去？对。你同意了？哎，老关，你什么时候对徒弟这么心慈手软了？啊？他要真有个闪失，有谁帮你盯着我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啊！
指挥中心，我是周巡，岳庄桥以东布控现场，布控预案编号 BX153，请求增援。收到，请具体说明情况。布控目标可能是涉嫌毒品犯罪，请求武装支援。布控目标内是否发现了武装人员？现在还没有，但很可能会有。九逼收到，能否提供？哎，有没有完啊？啊，10几个兄弟，就我别着一把枪。 真要出来个扛 AK 的，我们全是活靶子，赶紧叫巡查和特警来增援。周巡，情况收到了，正通知防暴队，巡查那边4辆车已经出发了。谢谢领导。哎，巡查的弟兄再有几分钟就到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注意安全。还有，你小子以后给我注意电台纪律。明白。哎。 我去上个厕所。哎，老关，一块儿吧，我也想去。哎，咱俩得留一个人等周书童啊，要不你先去吧。行，算，你先趁我走，你先去。 你没事啊，哥？啊，别管我，我没事。听我说，哥呢已经被周巡监控了，今后要格外小心。还有，刘长勇答应我，如果我想办法把周书童赶走的话。 他会在安全的事情上给我们提供方便，对他来说，没有比他女儿的安全更重要了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。再有，我跟周巡去了大汤口，吃了我最爱吃的油泼面，马上要布控抓那个王辉了。王辉是个毒贩，身上可能有枪。 所以，
贸然进去会有危险的。从我们对王辉和皮雕刻1个月以来40多次的电话监控来说，我们分析这个人应该有性欲亢进症，现在正是他性瘾发作的时候，也是诱捕的最佳时机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对了，周树东主动要求假扮妓女去王辉的窝点打探虚实，一会儿你在布控现场测样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握好分寸。周树桐去了，你答应他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赶紧出发吧。出门要快，一直走100多米左右，然后对面路口，我跟他们说我是出来上厕所的，过去吧。那你没事啊？放心，没事。丁字路口35度方向最安全。行，明白了啊。哎，老关，那个王辉要求皮条客亲自把妓女送到路口，说到那儿再联系，而且还不许妓女带手机。周总呢？车里换衣服呢。这样行吗？窃听器带了吗？听好了啊，你现在叫莎莎，23岁，大学毕业，刚入行，是个新人。等一会儿进去一定要见机行事，观察环境以后，跟我们保持联系，迅速发出信号。我现在跟你对一下行动暗号。你真帅，就代表里面只有王辉，没有别人；你真行，就代表他没有武器。只要你发出这2个信号，我们就会立刻行动。可如果现场情况……这个你放心。如果这2样事情可以排除，剩下事交给特警就行了啊。来，再对一下行动暗号吧。你真帅，代表里面只有王辉，没有别人。你真行，代表里面没有武器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你去哪儿啊？告诉你，跟老子把戏演好了，你的账回头再算。来，把他放开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别耍花样，听明白了吗？走吧。周队，他们俩已经进那个9号地下室了。好。哎，王哥。人我带来了，不错吧？没骗你。新来的？叫什么名啊？莎莎。莎莎。多大了？23岁。大学生啊。啊，刚毕业不久。你这衣服脱了吧，你不热吗？
真帅。是吗？你比他们说的都帅。啊，是啊。那他们还跟你说我啥呢？哥，你这是仓库吗？放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刚才从走廊过来的时候，都快吓死了。来，妹妹，渴了吧？喝杯水。啊，我不渴，谢谢。你看，哥又不是坏人。操，孙子不会下药吧？嗯？行。这什么情况？不会他妈出事儿吧？来，所有人注意，行动！我去！他妈谁呀？你是谁呀？哎，今天晚上的事儿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都给我自己掂量着办啊！醒了，喝点水吧。黄辉呢？周队还在审，放心吧。关老师在哪儿？我去找他。你刚醒，再休息会儿吧。没事吧？当时你一直没发出信号，所以周巡判断可能出事儿了，我们一帮人就闯了进去。你那会儿晕倒在地上，不过还好，没事了，人也抓着了。关老师，您之前说我素质差，不
配上一线。我就是太想证明给您看了。我也知道我现在不够好，我也不配上一线。但你相信我，我会努力的。虽然我知道大家都不想告诉我，但我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一点不给大说，敢他妈说半句假话，我弄死你！我说，那天在饭桌上，那东哥答应1万块钱替鸡哥送货，但是东哥听说送什么货以后，当场就翻脸了。爱他妈谁，反正我不去。嘿，什么年代了？快餐、快递、快捷酒店，什么都得快，赚钱也他妈得快啊！混江湖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道义规矩能养活这帮兄弟吗？啊，阿文，东哥到这儿。哎呀，东哥呀，你进去这么些年啊，我发现是不是呆傻了？脑子是不是呆秀了？啊？兄弟他妈在帮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别人往火坑里推，我管不着。反正老子不陪你玩。没想到那东哥他软硬不吃的，还说要告发我们。鸡哥就不放心呗，派小飞和瘦子过去跟着东哥。没想到让东哥一顿打给打回来了。那个鸡哥就让我去送货，送货，然后我就拿着货就去那块儿，结果我就看见。喂，耀哥，出事儿了！我马上就给鸡哥打电话，问他该怎么办。鸡哥说让我在这等着，他马上就过来。过个10分钟，过10分钟鸡哥就到了。我本来以为鸡哥是要把东哥送到医院去的，没想到他就……你小子干的？我哪有那本事啊？那不知道什么人干的。耀哥，现在把他送医院还有救吧？这个。不是，耀哥，东哥以为砍他那个人是鸡哥派过来的，一睁眼一看到鸡哥就要跟他拼命，然后还说要把我们的事儿都给捅出去。这手机妖姬为什么没拿走？这个鸡哥嫌是死人东西晦气，就没拿。我拿了还让他骂了一顿。砍人那人长什么样看清了吗？太黑了，没看清楚。不过那一瘸一拐的，应该是个瘸子。提审妖姬，我就不信扯开的嘴。啊！把那个齐卫东的死还牵出来一桩贩毒案，
这算他临死做了件好事吧？邮局这块骨头算是难啃的。总之，先让他把这命案交代清楚再说。徐卫东出狱之后，是打算做好人的吧？我说这大晚上的审什么审啊？要不让人睡觉了？不过你还别说，我觉得这儿还挺爽的，我都不想出去了。这回你可能真没机会出去了。说说吧，齐卫东是不是你杀的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这事儿我真不知道。你他妈这嘴还真是厕所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是吧？王辉该说的不该说的可全都说了。王辉，你炸我了！王辉这会儿指不定在哪儿搂着妞睡觉。王辉哥说你扎齐卫东那一刀的时候，可没这么磨叽啊。王辉说我捅东哥的。对。靠！丫他妈疯了吧？反过来反咬我一口。好，他不仁我也不义了。我说，我都说。周队，给我根烟。那天，我派俩兄弟跟着东哥，后来被东哥发现给打回来了，我就派王辉跟着。去完之后他就没信儿了，我没当回事儿。后来大概凌晨2点来钟吧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他出事了要跑路，说我当时没多想，那他妈是假的。不过我没想到他出这么大的事儿。你是说王辉杀的齐卫东？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，反正在我看，这他妈就算个意外。王辉那小子衰呗。王辉碰到东哥的时候，正碰到东哥跟一人打架，那人拎着刀子，东哥身上中了好几刀，地上流的全都是血。王辉掏出匕首去帮东哥，结果那哥们儿还他妈挺厉害，一下就把王辉给制住了，顺势一推，俩人倒地上。爬起来的时候，王辉看到匕首正好扎在东哥的胸口上。那人一看这样，撒丫子就跑。然后呢？碰到这事儿，我他妈怎么知道该怎么办？大伙都是兄弟，我把兜里那几千块钱给他了，后来就没联系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先喝点水。啊，谢谢。姑娘，我能麻烦你个事儿吗？您说。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从轻发落，也知道他一定不会跟你们说。5年前，我们全家开车出去玩，回来的时候，老耿着急回部队开会，结果追了一大货车的尾。我们的女儿小燕脑外伤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脑死亡了。
还是老公做主，说把小妍的心脏捐献出去。他说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唯一的女儿继续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。我也知道，他经常去酒吧看的那个人，就是当年接收我们小妍心脏的人。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耿叔是为了保护那个姑娘，才对戚卫东动手的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你们网开一面，从轻发落他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问你话呢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冲进去的时候，周书彤什么样子？你是不是以为你把周书彤交出去就能换回真凶啊？你知道戚卫东是怎么死的吗？你知道那一刀是谁扎的吗？你知道那30多刀是他妈谁划的吗？你以为你挺聪明是吧？到底是谁？说，毒品藏哪儿了？怎么着？我就是一 dealer， 还杀了人，反正都是死罪。要烧要剐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毒品，你们自个儿找去吧。你们警察不是挺牛逼的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嘴硬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垃圾啊？那你弟呢？如果我是垃圾，你弟就他妈是狗屎。放心吧，我们很快会找到那些毒品的。根据最新气象分析，目前大气环流发生调整，副热带高压增强北抬，暖湿气流活跃，我市将提前进入梅雨季节，望广大市民做好防梅准备。5年前我做快递的时候，跟豹子哥打过交道，知道这伙亡命之徒有3个藏毒的地点：火车站附近的集装箱中转站、
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地下仓库，还有就是3号码头仓库。根据监控录像分析，妖姬经常去的地方有3处：城东他父母家、城北小三的住处，还有城南码头附近。我们分头排查。走！之前那个毒贩子跟妖姬说毒品有点潮，我猜妖姬藏毒的地点应该就是3号码头。雨伞怎么换了？来，这边。这是4号院，跟隔壁的5号院、6号院一样。今年5月啊，整体拆迁，所有的住户都搬走了，隔壁小区已经开始拆了。目前啊，只有这栋楼还保留着。半年前，大年夜那天晚上，住在301的一家5口都被杀了。在结案之前，这里将一直封锁。这里就是……上楼吧，来。凶手是晚上10点多钟进的风。因为小区太旧，4周就没有布设安防监控，这时间是汇总各种线索推断出来的。住在301的户主叫吴征，他对外的职业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。可调查发现，他还经营一个各种违禁品的中转站，且可能与犯罪集团有密切关系。现场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痕迹，不出意外，是吴征给凶手开的门，他们很有可能认识。这就是吴征，尸体被发现时面朝下，背朝南，这说明啊，是吴征领着凶手进屋时背后遇害的。伤口只有一处，是从左肩胛骨向下刺入，直接贯穿心脏。这是吴征年近70的母亲，她应该是听到了门庭传来了某种声音，或许是吴征的叫声，她便从沙发那起身向门庭走去。凶手迎面给了她2刀，一刀卡在第6、第7根肋骨间，没有伤至脏器。凶手调整了第2刀，从圆颈处呢平行刺入，造成了长达12公分的贯通伤。
发现老人尸体时，他手里拿着毛衣针，还有他给孙子织了一半的毛衣。吴征的妻子任静，当时正在这里跟2个孩子玩，她不知道外屋发生了什么。高亚楠呢，对这里喷溅的血迹进行了分析，还原了任静遇害的大致情景。据推测，凶手是将任静推到门边，自左至右划开了他的喉咙，长达24公分的伤口将他2侧的动静脉全部割裂。高亚楠认为，任静被割喉到尸体死亡间隔1分钟左右，至少在30-40秒里他还有意识。正是在这30-40秒里，他亲眼见到自己7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死在自己面前。是的，依据现场采集的指纹、DNA 以及一位近距离目击证人的陈述，都可以确定，凶手就是关宏峰的孪生弟弟关宏宇。关宏宇表面上是宏宇物流的老总，但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分析，他的业务也许会跟毒品贩卖有利益相关，而且他极有可能认识吴征。我推测，他们俩表面上是合作关系，但暗地里存在竞争，且吴征一定是掌握了关宏宇的一些秘密，以至于埋下祸根。关宏宇认为，警方一定是掌握了吴征贩毒的证据，将要实施抓捕。他把其中牵涉出自己便来找吴征验口，因为当时吴征的家人都在，他便下决心斩草除根，免了吴征满门。东东，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安排放在半年前的话，我会无条件的支持你，甚至是欣慰，因为毕竟关宏峰的刑侦技术在整个军港市那是数1数2的。但我更让你知道，作为一个警察，比技术更重要的是立场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待在这么个人身边。怎么个人？关宏峰脱下制服，离开支队，现在又分文不取，假装归队协助工作。他所做的一切，就只是为了维护一个人，就是这个杀人恶魔。对他而言，他的亲弟弟比公职重要，比一个警察的正义感更重要，甚至比这一家的生命都重要。彤彤，你告诉我，这样的关宏峰是个什么立场的人？
我越来越看不清你了。你明明和姚姬认识，还知道姚姬和吴征也认识，却对我只字不提。那也得分认识到什么程度。我跟楼下小卖部大爷还认识呢，也得向你汇报啊。你能从一句“货有点潮”就能判定藏毒的位置，如果不经常跟他们接触，哪来的这些经验？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参与过运毒？说到底了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做物流很难的，要想轻松一点，必须打理好这些人。所以我才知道姚姬跟吴征是谁。我知道他们之间有来往，我甚至知道吴征跟我们公司之间有生意。可我怎么知道运的是什么呀？我是个做物流的，又不是做安检的，我还以为吴征就是个收垃圾的呢。那你怎么知道毒品在哪儿？你为什么对这些这么了解？所有仓库的信息都是全京港市物流公司公开的信息。我不但知道他们仓库在哪儿，我还知道他们固定的运送时间呢。知道线索以后，自然就想到了，怎么了？还运毒？是，以前我是在社会上混的，但我没你想的那么不堪。反倒是你，没想到你作为一个警察竟然这么黑。你说什么？我问你，如果昨天晚上周树桐死了怎么办？没有如果，没有如果，挺自信啊。那武玲玲怎么死的？作为警察，为了维护法纪和正义，我们必须有牺牲的精神和觉悟。我们是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，只有做到坚定无畏，才能保证老百姓的安全。所以我们叫人民警察，而你当不了警察。别再跟我提武玲玲。我告诉你，那天晚上我更希望死的人是我。我不光不怕死，我更不怕打一灭亲。所以你给我老实点儿。如果让我发现你有问题，就算你是我弟弟，我一样会把你送进去。老关，在家吗？老关，老关。干嘛呢？磨磨蹭蹭的啊！没听见。电视那么大声，你耳背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在戚卫东的验尸报告中，他指甲缝里的 DNA 信息你看了吗？是亚楠刚刚提取出来的。技术队拿 DNA 做了比对，得出的结果是关宏宇的。老关，他还在京港啊？那个 DNA 不是他的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在问我跟亚楠有没有私下见面吗？那天晚上，是我跟亚楠约在了银宿酒吧聊我弟的事，结果碰上了齐卫东。跟他打架的人是我，他身上的 DNA 是我的。那为什么当时你不说呢？我不想让你知道我跟亚楠见面的事儿。为什么？啊？
我这个支队顾问的身份比较特殊，我弟弟跟亚楠之间的关系你也清楚。虽然我跟亚楠聊的我弟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但毕竟是敏感时期，说出来徒增大家的烦恼。更何况我就算告诉你，你也不相信，都说无益。得，我还以为关宏宇良心发现了，准备回来自首的呢。上次那茶不错，走得急没喝上，再给泡一杯呗。你不是来喝茶的吗？我看你就是执念太重，所以暴饮暴食，你一个人吃了那么多啊？留着给老虎的。嗯。哎，刘，你干嘛去啊？老姐，把尸体装车上吧。不行啊，尸体明显被移动过，你现在抬走的话会破坏现场啊！拿走吧，拿走吧，拿走，拿走，走。哎，师傅打伞呢？不用，你赶紧去现场看看。哎，行，去吧去吧。好嘞。老关，老关，现场都这德行了，你也没招了吧？现场还是会留下一些痕迹的，等亚楠和技术队完工再说吧。好。周队，今天雨这么大，现场的绝大部分痕迹会不会都被冲走啊？你和老刘往这干嘛来了啊？就是正好今天。哎，老关。真是个不祥之地呀！哎，董涵，消息可靠吗？派出所那边说了，肯定是命案。这个命案哪儿都有，这主要是能不能上头条啊？小罗给我发了照片，你们看一下。我已经找交管局的姐们查了，你们猜这个车主是谁？谁呀？谁呀？李地森。李地森，而且死的还是一男一女。一男一女啊？银少礼呀，这个花花公子，近来他不正跟网上那个长爱打得火热呢吗？哦，如果这个女的要是长爱的话，那可就劲爆喽，肯定劲爆。不过，这么严重的案子，咱能进去吗？别人肯定没办法，但我绝对没问题。你？看我的。那你小心哦。哎，到时候万一出了状况，得让总编保我啊。啊，行行。哎，
你这得收拾到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？我帮你吧。要不然，咱们把这块地面全部都铲走，回去慢慢筛。你看有道理吧？哎，高哥，去拿把铲子呗。哎，谢了啊，谢了啊。你愣是干啥？赶紧去！哎呦呦，别淋着，别淋着，把帽子戴好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别着凉。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。我来帮你。来，往这里折。哎，快点！哎呦，切，我屁股进雨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真凉嘿！怎么样？哎呀！一男一女遭同一利器戳刺致死，男的自左后脑枕骨刺入，穿过枕骨刺入了脑干；女的主要2下，第1下划破了左侧的颈动脉，造成了车内大范围的血迹喷溅；第2下自颅顶骨、颞骨和蝶骨的交汇接缝位置刺入，是致命的一击。2者死亡时间基本一致，都是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。遇害后，2具尸体都被重新安置过。颅顶骨、颞骨还有蝶骨。就是太阳穴，整个颅骨骨板的1点。对，就是颅骨最脆弱的部位。小豹，快来！哎，来了！哎，豹哥！啊？技术队在里面吗？他们让我拿这个。哦，在里面忙活呢，快！好。同志，等一下！你好，那个我们是记者，请问这里发生什么状况啊？哎，我们正在工作，你们不要靠近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等一下，我们知道这个4号院之前也死过人，和今天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啊？哎呀，我们正在工作，都告诉你了，赶快回去啊！请回，你再说一下吧，哎。我是。你不是。小王，哎，带走。哇！呀，这鬼天气！这场大雨对现场破坏得很严重，对于法医队和技术队的取证工作影响太大了。要不要在现场值个班？案发已经过去将近10个小时了，大雨对现场冲刷得很严重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留下的所谓的证据和现场也就剩下这辆车了。要不干脆让亚楠他们把尸体固定在后座上，封死后车窗，把车开回支队再做勘验。目前情况来看，2名被害人应该是在车内发生关系的时候遇害的，很有可能是凶手击碎后车窗以后，从车内把车门打开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对2名被害人实施了谋杀。不过，有些古怪。古怪。首先，凶手在杀害2名被害人以后，
重新布置过现场，也包括被害人的尸体，还有衣物、坐垫，甚至移动过座椅。从行驶证上来看，男性被害人应该就是车主，而车上 GPS 的最后一条记录就是离这里很近的一个叫火宫俱乐部的地方，有可能被害人昨天晚上去过这个地方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手机是我在前排座椅和置物箱之间的缝隙找到的，很有可能是男性被害人故意设置的。嚯，五码啊！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跟你说，老关，哼！说话说的不是时候，伤口上撒盐，你最在行。你们凭什么扣押我？哎，你是负责人吗？我跟你说，坐下。这位同志，我是一个有国家新闻总署核准资格的记者，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。你们没权扣押我。而且我们社和你们区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你冒充支队刑警，进入警戒线封锁的犯罪现场，泄露侦查阶段的重要线索，侵犯被害人隐私。这就是你理直气壮的资本啊！这案子前局案，让他们看着办。哎，你们这是司法滥权，你们这是非法剥夺我和广大受众的知情权，你们必须要给相应的解释。从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张照片发出去了啊！你知道这些侦破阶段的重要案情发出去，让凶手看到他会怎么做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可能会销毁证据，也有可能会马上出逃，甚至在你们的宣传鼓舞下会继续作案。你要是脸皮够厚的话，把这些说辞对被害人家属说去。